我被奸杀后，妈妈卖起了肉包子。她做的包子馅大皮薄，鲜美无比。警方怀疑那几个失踪的流氓就在里头。我妈听后笑了，说怎么会呢？我们家可从不卖隔夜肉的。有人从我家包子铺吃出半截指头，店里食客顿时乱成一团。警方很快赶到封锁了现场，并在我妈的案板上找到了半截还没来得及剁的大腿肉。肉是新鲜的，你们随便检查，我从不用隔夜肉，也不用机器搅，不弹牙，没嚼劲。当警察从熬得乌黑浓香的卤水锅里捞出一排连皮带肉的骨架时，他一点不怕，反而慢声细气地揭开从不外传的秘方，看，肉还是得卤一卤才够香，一口下去会有爆汁感。我的卤水料，警察受不了，厉声打断他。周如云说，为什么要杀人？你女儿顾磊呢？她已经10多天没去学校了，她高考在即，你对她做了什么？高考？女孩读书没用的。妈妈发出轻蔑的一声笑，她不需要这些了。无助的窒息感充斥心头，我妈总是轻视我，因为我的性别，我的努力从来得不到她的认可。奇怪，人都死了，为什么我还会那么痛苦？当警察一头雾水，随着我妈的视线打开了冰箱，瞬间所有人捂住鼻子，露出万分惊恐的表情，因为冰箱里藏着我，4分5裂的我是在回家半路遇害的。混混们用泡了迷药的帕子捂住了我的口鼻，拖进废弃工厂里，巨大的疼痛让我很快醒了。我的尖叫挣扎换来男人们更疯狂的侮辱。失去意识后，他们还在我身上不知疲倦地发泄。片刻，有人突然倒抽气，哥，这妞好像没气了。不是吧，那么不经完？装的吧，刚不还爽得乱叫吗？一是鼻息，是真没气了。其他人也开始慌了，大哥，我们收钱办事，可不包杀人啊。兄弟们才放出来，可不能二进宫。领头的壮汉用力拽起我的脖子，反复扇打，用力过猛下，我脖子咔嚓一声歪向一边，彻底断了。我的灵魂颤抖着缩成一团，我甚至庆幸已经死透，不然这得多遭罪啊！男人会气得提起裤子，抽完一整支烟后说，算了，死了也好，人死了，那我们要的价格可就不一样了。姓顾那小子反正家里有钱。我浑浑噩噩飘回包子铺时，我妈正跟邻居打麻将。周姐，你家磊磊成绩好，准得上北京的大学吧？我妈轻蔑地吃了声，我有那么蠢吗？他去了外地还能回来？我养他那么多年，怎么能让他跑了？话不能这样说，你女儿成绩好，出去前途更好。这算个屁，以后还不是领个几千块当文员？我妈语调变得越发冷淡，女孩会读死书而已，要我儿子还在，一定会比他强上100倍、1000倍。是的，我妈曾怀过1胎难保，怀到5个月大时被我传染感冒，感染肺炎，孩子没保住。正巧我爸的小三一举得男，离婚后我妈恨死了我。要不是你，这个家就不会散。说你是不是不想要弟弟，才故意得病？夜深了，他一边收拾牌局，一边骂骂咧咧。晚自习都结束了，去哪里浪了？他不知道自己女儿正被分着尸。我看着他不耐烦地开始拨我电话，1次、2次，无数次电话里都是抱歉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他开始暴躁地在家里来回转，不断给我的班主任、同学打电话。这臭丫头要是敢出去乱搞，看老娘不打断她的狗腿！我妈对杀人供认不讳，至于几个，记不清了，你们自己查吧。不是有 DNA 检验吗？是有，可光那锅卤水汁就让法医头秃。那锅陈年卤水里沉淀着数不清的佐料，八角、陈皮、冰糖、茴香、豆蔻，就连调味的肉都有瘦肉奶肉之分。我看着妈妈双手被铐住，在押上警车时，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扑了出来，她对我妈一顿拳打脚踢，撕心裂肺。我儿子呢？周如云，把儿子还给我。这是我爸的2婚妻子蒋双双。群众议论，听说她前夫的儿子也失踪好些天了，该不会也是她干的吧？这女人真恶毒，也难怪她老公蹬掉她呀。周如云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老子跟你没完！我爸急疯了，我妈顶着鼻青脸肿的脸笑了，看看你们也有今天。我失踪后，我妈不得已打到我爸那，求他找人，得来一句，你的女儿去哪儿自己心里没数，少来烦我。面对心急如焚的2人，我妈眨眨眼，顾真在哪？我确实不知道，一天卖那么多笼呢。我妈生意好，食客每天络绎不绝，不大的店面里外永远是坐满的。她轻挑起嘴角，你要问也该问这里的食客呀。顿时全场寂静住，就连拉扯女人的警察也忘记了动作。蒋双双跟我爸脸上失去血色，无助地瘫坐在地。我真的很喜欢看他们崩溃的样子。蒋阿姨像条狗一样祈求我妈，我记得当年我求她别拆散我家时，女人一脚踹翻我，蠢货，跟你妈一起滚吧。蒋双双曾是我妈的闺蜜。这是个老套的故事，我妈耗尽青春陪我爸白手起家，有钱后遭到他们的双重背叛。她固执地认为蒋双双能上位都是因为有儿子，所以她把离婚归咎成我的错。我不知道妈妈最后是怎么找到仓库的。看到我的残尸后，她整个人凝固在了那，从呼吸、表情到心跳，一切都停止了。她抱起我散落的尸体，不知过了多久，
才轻轻合上我死不瞑目的眼。从头到尾，她脸上空洞一片，看不出悲伤，连哽咽也没有。我自嘲地笑，妈妈每次提起儿子时，可不是这样。或许没了拖油瓶，她的未来会更轻松，她可以组建新的家庭，重新拥有心仪的子女，一定会很轻松吧。妈妈没报警，反而把我的尸体带回铺子里，很细心地裹住。天亮后，她才给班主任打电话请假。我家磊磊病了，给他请几天假，试试肯定不耽误学习。病的不是我，是妈妈。她跟平日一样做好早午饭，大声敲门：“丫头，饭搁冰箱里了，记得热透了再吃。”妈出去办点事，钱放桌面了，病了就要多吃，都瘦成竹竿了。她出去了整6天，在我头七那晚，我的灵位钱，妈妈用一个混混的命祭奠了我。我妈动手前买了套2手的外卖服。她开店那么多年，3教9流的人认识不少，很快从地头蛇那里得到了混混们的信息。她骑着小电动在小区来回转悠，常年的劳碌让她后背有些驼，这样的形象不会引人注意。我妈很顺利锁定了住址，提着外卖敲门，门开了，黄毛混混警惕地接过，看什么看，还不走？我的心猛地跳漏了一拍，就是这个人从草丛里袭击的我。我妈看着一身戾气、面容凶狠的黄毛，卑微地笑：“小伙子，要是方便，能不能给我个5星好评啊？”滚！再不滚，老子揍你！门关了，我妈表情瞬间变了，懦弱的笑被冷酷的恨意代替。她没下楼，而是在天台一角等待，一直守株待兔到晚上。她撬开门进去时，黄毛已经口吐白沫，失去意识晕在地上。是的，盒饭里被下了大量迷药。我全程都不敢呼吸，看着妈妈把黄毛拖进早就准备好的轮箱里。1楼出口处有个监控，我妈不慌不忙掏出准备好的钢丝，勾出摄像头，狠狠一扯，方向扭转后，她压低头盔，消失在夜色中。黄毛是被疼醒的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全身被绑，无论怎么奋力挣扎身体，只能发出呜呜的挣扎声。我妈不理会他，自顾自磨着剔骨刀。是你欺负了我女儿。黄毛带着哭腔求饶，与方才嚣张的模样判若两人。他说不关他事，我只是打下手的，是有人花钱请我们去啊。女孩清白最重要。我妈沟壑纵横的脸上伸向着一双麻木的眼睛，你们欺负了磊磊，让他以后怎么成家，怎么做人？他拿起剔骨刀，在黄毛身上比来比去，终于找到下手的最佳位置。我姥爷是屠夫，我妈耳濡目染，手势精湛，正如他对警察说的那样，他从不用绞肉机，他喜欢手剁。接着我看到他高高举刀，悍然砍下，黄毛立刻昏死了过去，鲜血横流，厨房里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。我妈用冰水泼醒他后，擦干手，她拿出一本收纳夹，我凑近，发现里头是我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。小时候，我开开心心捧着奖状回家，我妈只会严厉训我，学校里的小比赛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准骄傲，你现在背书厉害，不代表上高中也行，男生发育后就会轻松超过你。我一直想获得妈妈的认可，尽管这很难，可我以为只要努力，再努力一点，总有一天是可以做到的。我妈站立的手指抚摸上奖状上我的名字，我女儿从幼儿园起就是小标兵，班干部，年年3好。原来我的荣誉，妈妈是记着的呀。他声音很轻柔，磊磊乐于助人，成绩又好，老师同学都喜欢他，别人说羡慕我，我也觉得自己走运。我经常想，自己上辈子肯定做了善事，这丫头长得不像我，秀气又漂亮，性格也不像他爸轻浮，我们傣族生出了好笋。我妈猛地掐住混混脖子，眼眶赤红。为什么要那么狠心对他？他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？妈妈，不要杀人。我试图阻止，可没办法，虚无缥缈的灵魂只能一次次穿过他的身体。妈妈用绳索一圈又一圈地缠住黄毛的脖颈，开始收紧。黄毛脸色不断青紫，眼球突出，舌头发紫。阿姨，我错了，给我改过的机会吧。我妈妈还在老家等我，她有病，我只是想赚点钱给她治病呢。你也有吗？绳子松了片刻，黄毛以为求饶有戏，越发可怜巴巴，动之以情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卖惨。我有，我妈跟您差不多年纪，阿姨您饶了我吧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那你给我女儿给过磊磊机会吗？我妈狰狞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。他万分和蔼地说：“那可真好，你妈很快也能跟我一样痛苦了。”飞溅的鲜血喷射到我的照片上，照片里我挽着袖子，一脸认真的揉面，鼻头沾了面粉，说不出的逗。我妈节省，舍不得买好手机，连偷拍的照片都模模糊糊的。她小心翼翼擦掉我脸上血迹，连同上头她的眼泪，然后收拾好现场，没事人一样发面剁肉开早市。期间房屋中介来了趟，周姐，你之前要我帮你找北京的摊口，有眉目了。原来我妈打算把老店盘出去，跟我到北京去。上次您说磊磊是想考北航还是北外来着？我托同事问了，资料在这，就是铺租押金要得高。周姐，您真要去呀？不去怎么成？我妈面无表情揉面，利索的包馅。她一丫头，人生地不熟，没人看着不行。哎，闺女大了，你也该享清福。
想不了，万一以后要在北京买房呢？飘着不是事儿，首付总得有，不然谈对象都会被人看不起。像我当年一样，趁着我还能干，多攒点是点。那是，就凭周姐您这独一份手艺，去哪都香。原来妈妈说怎么能让她跑了的意思，是要跟着我走。她粗俗偏执，读书不多，在市井里摸爬滚打长大，压根不懂什么叫恶语伤人。她以为存折上钱越多，爱就会越多。我鼻子酸涩，我把头靠在妈妈肩头，生前我们从没那么亲密过，更羞于说出爱。可现在一切都晚了，可就是这一靠，我整个灵魂好像被冻结住。为了省钱省时间，我家租在了店面2楼。此刻，我妈身后的衣柜悄悄从里头打开了一条缝隙，里头藏着个男人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临死前所有的恐怖记忆潮水一般袭来。这个男人就是拧断我脖子的男人。男人道上名头寿坤，黑社会背景，手上沾过人命，行事凶悍，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。男人的视线像毒蛇的信子，紧锁在我妈身上，看着他手上蓄势待发的利刃，我心急如焚。妈妈快跑，快点啊！昏暗的灯光中，妈妈毫无察觉地拖着地，在靠近衣柜那刻，寿坤挥刀扑出。我妈踉跄后倒，手脚并用地想把卧房门关上，可寿坤不会给她这样的机会。刚关到一半，他强壮的身体猛地撞上来，我妈的气力不及他，房门被撞了回去。他重重后仰着地，寿坤压住他，刀刃抵住他脖颈。老子就知道是你在捣鬼，说老子的兄弟在哪？不说老子整死你！手下接连失踪，他坐不住了。可他压根不信一个卖包子的大妈有什么能耐，更不信我妈能杀人。他是畜生，根本不会懂为人父母的决心。我妈的目光一寸寸，像要把对方剖开。黄毛说：“是你，他们是你找来的帮手。”是啊，寿坤得意洋洋回忆起来，发出回味无穷的笑。我还是你女儿的第一个男人哦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妈浑身抖得不像样，我很少见到她这样无助的样子。从小到大，无论遇到什么糟心事，她都像母狮一样横冲直撞。可寿坤还在乐此不疲地羞辱她，真嫩啊！小妞的皮肤又白又滑，就是不耐玩。不过几个兄弟都遭不住。她疼的时候会喊妈，你说我是不是要喊你一声丈母娘啊？哈哈哈哈！笑到兴头处，寿坤忽然发现自己声音哑了。可这只是开始，顷刻间，寿坤的身体猛烈抽搐，发扬巅峰一样瘫倒。他骇然失色，双眼、鼻子，就连耳朵也一起流出血。我这时才注意到，妈妈手里握着一管注射了一半的针筒，里头是剧毒氰化物。我妈早知道寿坤会来报仇，她自知实力有差距，在铺子里里外外装了监控，提前备足了药。寿坤不胖，但个子高又浑身腱子肉，我妈费了很大力气才拖到1楼的厨房。她熟练地用刀刃割开动脉，一拔，鲜血顿时滋得老高。寿坤身体剧烈抽搐着，每抽搐一下，血喷得更高。不过1分钟，他就四肢摊开后仰着地，死了。第一个黄毛曾说是顾少爷顾真找的我，说要教训个女人，他们还拍了视频，说要到时候让女的一辈子抬不起头，证据就在我们老大的手机里。顾真，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在爱与钱中长大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弟弟。我妈在寿坤手机里找到一段录像，我的灵魂这一刻变得很冷，我央求妈妈别看行不行？别开，别点开。我妈胸口痛苦的起伏，可她还是选择点开了播放键。不堪入目的画面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母亲。顾真举着摄像机，镜头嘻嘻哈哈对到我脸上，不放过我所有的绝望。顾磊，你在学校里不挺傲的吗？继续傲啊！痛苦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我感受到血液从身体各处涌出，血到呛进咽喉，我连惨叫都无法发出。可至死，我眼里都是倔强。我不肯向这些毫无理由的恶意低头，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没害过一个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顾真用脚踩住我的脸，他说从小最讨厌我的眼睛，里头有野心，以为自己学习好就能靠成绩在我爸面前刷存在感。那我就要看看喽，学习再好，以后还不是只能做鸡？要不是你，我妈能逼我去补课啊，烦都烦了。以后家里的产业、房子都是我的，你别以为能考个100分就能分到什么。其实我爸压根不关心我，他只是喜欢用我的成绩鞭策儿子。他们不懂，成绩是我唯一能用来对抗世道的手段，是能让妈妈展颜雪耻的武器。我没有选择，必须努力，必须优秀，必须第一。为了打压我仅有的骄傲，顾真在学校没少找我麻烦，拉帮结派排挤我，把我关进男厕里，泼脏水撕衣服，甚至让人污蔑我盗窃，把我的脸 P 在色情女友脸上。事后我忍无可忍，告到班主任呐。清者自清，你要没做过，怕什么别人说你？再说顾真不欺负别人，为什么只欺负你？老师熟练的拉偏架，你怎么也算顾真的姐姐吧？有什么不能私下解决，非要闹到老师这里？顾磊，你是不是有点自私啊？我爸这些年生意做得很大，财大气粗，打点好一切。老师的包庇让顾真越发得寸进尺，兴奋劲儿很快过了。最后顾真拍厌了，加上家里催他回去吃宵夜，就把摄像机扔回给寿坤。加油干吧，尾款等会打你。看到这，
我妈终于忍无可忍地跪在地上，一直绷着她的那道弦断了，她无声地嚎啕着，发出野兽一般哀鸣。她开始疯狂地扇打自己，直到五指鲜血淋漓，她才像从噩梦里清醒过来。顾真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以上就是我所有的作案经过。警察局里，我妈供认不讳，不需要什么逼供。她迫切的、事无巨细的同大家分享手刃仇人的快乐。包子铺杀人事件引爆网络，舆论发酵很快，群情激动，要求给这对可怜的母女一个公道。短短几天，我爸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连他的别墅都被人砸烂。多优秀的女孩啊，模拟考全省前50的，可惜了呀。他爸就是达成餐集团的老板啊，区里纳税大户，多年对前妻一家不闻不问，儿子是宝，女儿是草，做到这步也很绝。小贝的仇恨一定是受大人影响，可见二婚老婆对前妻一家平日什么态度。我妈始终不肯交代顾真在哪。砧板上剁碎的并非人肉，而是羊肉。不是说是在厨房杀的吗？但我们却一点血液痕迹都提取不到。按理说这种程度的出血量不可能毫无残留。也有警察猜测，会不会这一切是他的臆想？他幻想为女儿复仇，可那些混混确实消失了。现在唯一还没出结果的就是那一锅卤渣子，还要3天。我爸思子心切，哪里等得住，拍桌子咆哮：那你们审问他呀，抓住他拷打，为兔真迹呀！我儿子哪能等那么久？我们办案不需要你来教。警察气笑了，板下脸。顾达成，你说你儿子失踪了3天？我看到我爸眼里闪过一丝闪躲。对呀，骗人！顾真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是在度假屋，那是你们的产业。你女儿顾磊案发当晚半夜2点半，你家司机把她送了过去。现在司机我们已经控制了，你当晚就知道女儿死了。作为父亲，女儿被害，你不去报警，却选择隐瞒，你根本不配为人父母。顾达成，你还涉嫌窝藏包庇嫌疑人，等着吃官司吧。我妈离开审讯室时，蒋双双狠狠推了她一把。我妈被推了趔趄，她麻木地瞥了眼陷入疯癫的女人。周如云，你女儿就该死！你现在装什么圣母啊？你很爱顾磊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平日对他呼呼喝喝，一句好话也没，现在才装什么好妈妈。他在学校被欺负，你当妈的能不知道？这事不怪我妈，是班主任恶人先告状，找我妈谈话。顾磊妈，你女儿情绪不好，很可能早恋，这做家长的还是要注意点啊。我妈战战兢兢，把老师的话当圣旨，说什么信什么的。不少这个年纪的女孩恋爱脑、怀孕什么的，当然不是说顾磊会这样，但小心总是没错的。我妈信了，她偷看我跟男同学发信息，仅凭一个可爱的表情包，她就断定我们早恋。现在就流行这种表情包，不代表什么，她只是感谢我给的资料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妈妈就是不肯信我，没收了我的手机，都要高考了，还有心思谈情说话。我妈恨铁不成钢戳我脑袋，你跟顾真不一样，没人给你托底，你妈本没事给你好前程，你什么都得靠自己。那晚我发现有人跟踪，想用手机报警，想联系妈妈，可一摸我心凉了，手机压根不在身边。我不信女儿，去信外人，我有罪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杀人凶手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蒋双双的脸彻底扭曲，当年你流产是老顾，他太想跟你离婚了，哪怕不要这个儿子，所以他给你偷换了保胎药，你的儿子会流掉，跟你女儿没一点关系。可你错怪他那么多年，你后悔吗？面对蒋双双的辱骂，我妈不否认，她苍老的眼里浮出一层浑浊的泪光。放心，我们一样会接受惩罚。这时警察过来说了什么，蒋双双脸色突变，因为检验结果出来，包子里的那截指头就是顾真的。蒋双双跪在我妈面前，好话说尽，哭成泪人。我爸也出面，他试图动之以情。如云，这些年我知道苦了你们母女，磊磊出事我也很心痛，可那是意外，你不能全怪在小珍身上，她还小，小点好，坐牢时间能更长点。我爸年轻时周正，浓眉大眼的，不然也哄不到我妈为他掏心掏肺的。我妈涣散的视线划过一丝光。顾达成，你想知道顾真下落是不是？可以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他要来手机，打开一个监控软件，众人愕然发现监控里出现一个铁笼子，而赤身裸体的顾真就被困在狭窄的笼中。铁笼似乎卡在下水道中，四周不见光，污水不断涌入，顾真浑身是伤，久未进食的身体虚弱至极。蒋双双看到这幕，心疼得要晕厥过去。顾真从小锦衣玉食，笑我是菜市场的老鼠，现在屎尿都呼在他身上，恶臭至极。顾真肩头耸动，无助呜咽：妈，你在哪？快来救我呀！周如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爸再也控制不住愤怒，顾磊都已经死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知道你在香港有个私人账户，你不放心蒋双双，所以一直做假账，挪走非经营所需的利润。我妈妈露出嘲讽的笑意。现在把这些钱全部打到我指定户口，捐给慈善机构。全部！我爸暴跳如雷，整张脸涨红。周如云，都这样你还想着钱？哦，我懂了，你就是用磊磊的死勒索我是不是？对，你是记恨我让你净身出户。当年明明是你自己愿意放弃财产来换顾磊的监护权，是你自己愿意的。对，是我愿意。
我妈皮笑肉不笑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顾达成，既然你那么爱儿子，那就用你的全部财产来换儿子吧。我爸不肯，意料之中的事。蒋双双哀求他快点答应，眼看水越淹越高，顾真的伤口爬满蛀虫，再不救治会有感染的风险。没食物，他靠喝污水，要撑不下去了。老顾，钱我们还能再挣，儿子可就一个呀。我爸不受蛊惑，他义正辞严地坚持原则。周如云他就是诈我们，就算给他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不是舍不得这点钱，而是我们不能向恶势力低头，一定要相信警察同志。来不及的，来得及的，只要有水喝，人就算不吃东西也能挺2-3周。我爸毫不动摇，真身强力壮，一定能等到的。蒋双双脸跟死灰一样，他恍恍惚惚，好像此刻才认清了枕边人真面目。儿子顾重要，可并非不可再生资源。我爸在外头也不止一个外室，只要票子够，儿子孙子无穷尽的。夜晚的看守所很冷，妈妈笨拙地蜷缩在床上，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腰犯病了，又没带护腰，别人干了早午市就休摊了，他非要连着晚市一起干，铁打的也遭不住。尤其冬天，腰疼起来走路都困难。我心疼劝他少干会，可妈妈逞强天下第一，少干，那以后谁供你？现在学费那么贵。靠近了，我听见妈妈在轻声一语：磊磊，妈在北京看好了铺子，等你开学咱就搬过去。你读书，妈赚钱，妈最近都在练普通话，你听听准不准？看着妈妈脸颊的泪，我终于想起来，他怎么找到的我尸体。那晚他报警，可警察说失踪48小时才行。我妈只能舔下脸去求我爸，他人脉广，认识局里许多人，肯定能帮上忙。可一到别墅，就看到两公婆提着大包小包，做贼似的把顾真塞进车里。顾达成不断叮嘱，等风头过了再联系，先别回家，等爸妈处理好再说。顾真接到寿坤电话后无比慌张，声音呜咽，他为自己辩驳，我只是想教训他，谁知道跟顾磊搞在一起呀。爸，我可不想坐牢啊。我妈隐约听到我的名字，心中起疑，于是一路跟着我爸的车来到仓库。看到我的尸体，我爸第一反应是吐了，恶心吐了。蒋双双惊慌失措地摇晃我爸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影响这儿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老是用这丫头的成绩刺激儿子，儿子能这样，是我们害了儿子。两人匆匆离开，没发现后头跟着的面包车。第二天，我妈在看守所听到消息，说蒋双双在争吵中情绪失控，刺伤了我爸，肝肾坏死，送医院去了。钱如约打到指定账户后，我妈很满意，说还是女人理解女人，既然这样，就送你一份礼物吧。关押顾真的门锁开了，他喜极而泣，手脚并用爬出笼口，可外头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铁笼，里头不仅有黄毛、班主任，还有那晚行凶的所有人。寿坤残缺不全的尸体横在角落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警方在厨房没找到血迹。妈妈没杀死他们，而是养蛊一样把他们困在这，不给吃喝，任他们互斗。人在饥饿中会干出什么，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顾真绝望的后退，试图阻止，别靠近我，给我滚，滚远点。危急时刻，技术科带来好消息，他们反复分析视频，没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通过视频里的音轨找到线索。看，顾真脸上有光源，在特定时刻会有规律的晃动，这应该是火车经过带来的震动。立刻排查地下水道与铁路交汇附近的仓库，利用通过时间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出火车的长度，联系铁路局，调出符合条件的火车线路，进行比对排查。很快，结果出来了，那是一片废弃的养猪场，曾经我的外公在那干过，也是我妈小时候最熟悉的地方。营救正式开始。出发前，蒋双双一扫颓态狼狈、肆无忌惮的讥讽，周如云，邪不胜正，你就等着死吧。从警局过去，开得快，不过40分钟车程。我妈双手戴手铐，旁边是真枪实弹的警察，她无路可逃了。可她完全不着急，车上就靠着窗户，痴痴看着外头的蓝天白云。今天天气可真好，灿烂阳光透过玻璃落在她脸上，她自言自语念叨：磊磊说高考完想去迪士尼，我怎么回他的呢？我说那么大的人了，还有心思玩这些？大学不花钱吗？换手机电脑不用钱吗？哪样不比去迪士尼强？我心里泛起酸楚，没事的妈妈，我只是想跟你去哪里不重要，只要一起。我女儿到死都没去过，你们知道吗？女儿越大，我这心里其实越没底。我没文化，2、3年级的题目我都辅导不了，我很怕被女儿看不起，就靠吼靠凶她，好像把受过的最多说几次，就能让女儿多听我话一点。磊磊说我是典型的东亚妈，靠挑剔来找存在感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晓得了。是的，我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怎么做个好妈妈。蒋双双幸灾乐祸地笑，对呀，你女儿倒霉，摊上你这样的妈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捏包子，你就是见识短浅，才沦落到今天。我儿子会平安无事，而你抱着你女儿骨灰牢底坐穿吧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可妈妈一点不生气，嘴角还勾起若有若无的笑。是啊，你可真幸福，我真羡慕你。这时，坐副驾驶位一直盯着监控的警察忽然意识到什么问题，
他让所有人闭嘴，把声音调到最大，耳机里隐约传来风雨声，雨点滴答，清清楚楚。而此时此刻，窗外艳阳高照，万里无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视频是录播，距是最后一次暴雨，是3天前。雨声依旧滴在每个人心头，车厢里陷入极致的沉默。原来真正的绝望是让人自以为希望在眼前，在咫尺之遥，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彻底化为泡影。蒋双双终于明白，我妈那句天气真好是什么意思，一种恐怖的非人的声音从她破损的喉咙里挤了出来，可没有用了。这是一段来自3天前的视频。我妈沐浴在阳光中，幸福地眯起眼。蒋双双，你儿子喜欢用钱让狗腿子办事，现在这些狗饿了很久很久，你猜狗会吃主人吗？谜底很快就会揭晓了。